一见到师兄，灵儿就感觉师兄今天有些不太对劲儿，她忙问：师兄，是不是九师叔遇到麻烦了？啊，并没有，不必担心。师叔和我那具化身已经在回来的路上，半个时辰后就会抵达山门。师叔即将突破天仙，所以在外面耽搁了一段时间。晚将与师伯的转世身也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一次师叔的突破还没有完全结束，回山之后也会闭关巩固境界。你接下来这段时间也可以安心修行了。灵儿眨眨眼，小声问：师兄，怎么了吗？李长寿看着眼前这个少女，看到了她一双秋眸中的不安与忐忑，温声道：有件事我要冒险去做，做成的概率在9成以上，你不必为此担心。只是稳妥起见，我将一些事交代给你，免得我耽误了回来的日程。灵儿略微咬了咬嘴唇，眼底的担忧更浓郁了一些。师兄，若有危险，不去做不好吗？灵儿，你可知咱们人教有一位高手，乃玄都大法师。灵儿眨眨眼，不知道师兄为何说这个，但还是迅速答道：这个当然知道，这是咱们人教圣人老爷唯一的弟子，更是如今圣人之下有数的高手，也被称作道门大师兄。这次我就是与大法师一同行动，虽然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是有大法师在身侧，危险性已经不算太高。喊你过来叮嘱一番，只是出于稳妥考虑。或许我这一次出去要花费些许时日，恐怕赶不上你渡劫成仙，你不必多想。灵儿轻轻地松了一口气，眼底的担忧少了一大半。李长寿的这些话自然没有骗他，只不过渡劫这种事终归还是要靠自己，哪怕大法师再强，也不可能帮自己扛天劫。从常理来判断是不太可能的哈。而且李长寿担心自己顺利渡劫之后还会有类似飞升的事件发生，若自己不能将家里的事安排稳妥，到时候也不得不分心。李长寿翻手拿出2只锦盒，正色道：这2只盒子是为你渡劫准备的东西，里面有2只宝囊，宝囊中各自有数十只宝囊，以及一份详细的使用说明。你迈入归道第7劫之后，若我还没能归来，就自行打开这2只盒子，准备好渡劫之事。数十只？灵儿接过这2只锦盒，忍不住想吐槽2句。师兄是按他每一道天劫都是紫霄神雷帮他准备的渡劫之物吗？看着锦盒上用仙力刻上的平与安2字，灵儿的心底开心之余也十分的温暖，将2只锦盒抱在怀中，小声道：谢谢师兄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记得此事万不可怠慢。灵儿小脸上写满了凝重，又点头答应了几声。待灵儿回了湖边草屋，李长寿又喊来了熊灵力，将灵兽圈、灵树与仙豆种植基地暂时托付给了他。李长寿渡劫感悟时，想要全心贯注，自不能有所分神。随后待指道人与九九回到了门内，他送九九回破天峰闭关时，指道人顺道去拜访了九巫师伯。从破天峰回来，李长寿就将指道人收起，本体去拜见了师父，又去万凌云老爷子那儿坐了一阵，心底再无多余牵挂。李长寿故技重施，本体施展化形术，钻入一具指道人背后的空格，又让这一具指道人被另外一具指道人拿起放入袖中。若是在与大法师会合前就遇到强敌，自己有较大概率脱身。随后李长寿悄然去了地下，经那座单向地脉挪移小镇，离开渡仙门，赶去了自己此前选好的渡劫之地。渡成仙劫时，李长寿将渡劫之地选在了俗世边缘，其最主要的考量就是如果渡劫前后遇到了敌人扰袭，可以直接躲入红尘俗世，而且俗世边缘炼气士相对较少。
而如今要渡金仙劫，有大法师帮忙护法，外部安全指数较高，且金仙劫威能莫测，不可再去俗世边缘，免得波及凡人，增添业障。所以他在东胜神州找了一个比较偏僻之地，此地位于渡仙门西北方向6万里，较为贫瘠，不生灵脉，故方圆万里内不存仙门，只有一大片连绵的荒山，一些小妖在此地盘踞，较好的渡劫场。10年前，李长寿就安排指道人在此地开始暗中布置，也将此地的妖族探查清楚。离着自己所选渡劫荒山最近的，就是数百里外的一窝黑豹，最强的一只还没能化形，对于自己而言没有半点影响。待本体抵达此地，李长寿开始渡劫前最后的安排和准备。他先去了这座荒山隔壁的峰头，在一片密林中挖出了自己耗费了众多宝材炼制成的一只法爷鸟笼，加大加粗版，将这只10丈高的鸟笼搬去此峰的山顶，使之与地脉相连。若自己渡劫时即将抵挡不住，大概率可以凭借这个东西削弱一击雷劫的威力。只是金仙劫并非只有雷劫，天劫演化五行，这个东西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。随后李长寿将一些指道人散出去，躲开天劫的范围，在预计的渡劫之地边缘静候。这是此次渡劫李长寿的一张重要底牌，指道人牌仙力充电宝。渡劫时对仙力的合理运用是提升渡劫成功率的关键。很多炼器士熬不过天劫，就是因为前几道天劫耗费了太多的法力仙力，后面迎接真正考验时已经是无力回天。为了保持仙力充盈，炼器士通常会选择用快速恢复仙力法力的灵丹给自己不断的回气。这一类灵丹李长寿自然准备了，且准备了不同的种类，渡劫时可以搭配使用，快速填补自身的消耗。在吃丹药的基础上，趁着天劫间隙，再由指道人为本体注入同源同根的仙力，尽最大可能确保自己不会遇到仙力不足的情况，充分挖掘减脂成人这一门神通的潜力。李长寿又布置了一些带着仙豆的指道人，在各处埋下了一些触发式的微型阵法。有鉴于上次渡劫搞了2次，李长寿早已经安排指道人在3000里外的第2渡劫场地以及6000里外的第3渡劫场地做了稍次于此地规格的布置。如果这一次能够平安渡劫，必须感谢小琼峰上灵术们的无私奉献，当然了，也要感谢龙宫老铁提供的财力支持。为了应对自己的金仙劫，李长寿当真是拼上了老本。人要没了，那留着财宝有啥用呢？对不对？随后李长寿便开始取下本体上一直带着的那些小玩意儿，暂时划掉了身上刻画着的巫族秘录。在圣人老爷出手帮自己遮掩根脚之后，自己的这些防推演保护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。但李长寿没有因为圣人的庇护就自觉高枕无忧，万一哪天圣人老爷的手段失效，自己还能有个应急。生命还是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比较稳妥。有上次的教训，在渡劫之前，这些东西还是撤下来比较好，免得再搞出上次的那般乌龙。天道老爷劫能模式随便就叫了一个仙劫，差点让他截肢飞仙，哎呀，不堪回首啊！李长寿忙碌了半天，各项准备工作安排稳妥，但是到了约定的时辰，大法师依然没有现身。大法师又上哪儿去了？先不急着去催，金仙劫也并非是迫在眉睫。李长寿给自己留下了一定的缓冲空间，前后算一算，自己已经自斩道境8次了。斩道境之法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，但并非是没有作用。若自己的天劫到了，大法师还没来，那就第9次斩道境，
这样呢还能拖延1到2个时辰。自己在天庭的化身也能赶去兜率宫中求援。如此万事俱备，在线等一个大法师。李长寿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拿出了自己此前准备好的天劫感谢词，开始逐字逐句的审阅。玄都大法师并非是有意迟到，在与李长寿约定的时辰之前，大法师就已经离开了兜率宫。但是大法师离开天庭时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脚下一拐就先去了东海之地。李长寿的渡劫，玄都大法师其实颇为看重。应当说，在上古之后，玄都大法师最为在意的一件事便是李长寿的金仙劫。这关系到他能否提前在兜率宫退休，以及今后被老师差遣的频率。而且在大法师看来，李长寿这个小辈十分讨喜，哪怕没有这些考虑因素，自己也乐于助他一臂之力。所以大法师去找李长寿之前，飘去了东海，到了那三仙岛上，等待片刻，又见到了那位云霄师妹。某偷听二人组迅速上岗，云霄外出与玄都大法师相见时，心底轻轻一叹。自上次被这位玄都师兄算计，扰了自己心境，这一段时日，心中总是会有一些念头滋生。云霄也知道，这是自己修道太久，突然道心有所扰动所致，只需要闭关万年，就可以将这份扰动压下。这次玄都大法师前来，云霄本不愿再相见，但是略作思量，还是走出了暖阁。玄都师兄，可是又有什么要事？玄都大法师正色道：这次想请云霄师妹出手，借师妹的混元金斗一用。云霄仙子有些惊讶，笑道：玄都师兄有大师伯的众多宝物护身，如何还要用得上我这混元金斗？若是与人斗法，老师的几件至宝，我虽只能借用部分威能，但也够应付各种局面。但这次是要护一人，非师妹的金斗不可。听大法师这话，云霄也更是好奇了一些。师兄可否说得详细些？那太极图、玄黄塔本就都是防护至宝，远在我这金斗之上啊。玄都大法师沉吟几声，又道：实不相瞒，这次想让师妹与我一同注意弟子渡劫。太极图、玄黄塔虽强，若是用他们的威能，只是硬扛或击散天劫。天劫既是天道对渡劫者的历练，也是给渡劫者的机缘。若是用这类至宝守住此人的同时，也耽误他的修行。但师妹的混元金斗不同，金斗逆转可将收入其中的生灵炼化，金斗顺转可为收入其中的生灵疗伤补元，且金斗隔绝天地，断绝五行，也拖住天劫降下的时机。如此，我才想来请师妹出手，随我一同走这一趟。言说中，玄都大法师拿出了2只玉瓶，笑道：这里面是老君炼制的9转金丹和9转玉明丹，算是此次请师妹出手的谢礼。云霄轻吟几声，目光未落在那丹药上，只是道：师兄，并非是我不愿相助，修行者渡劫还是不要多加干预的好，顺其自然，无为而为，不正是太清之理吗？顺其自然，而非顺其天命。太清无为，也非世事无为。这个弟子对我人教而言颇为重要，若老师不认可我这般做，早已在我抵达三仙岛之前就已提醒。云霄略微皱眉，哪怕大法师的话语中搬出了圣人老爷，他也不愿意多增因果。但是玄都大法师扔出了自己的杀手锏：渡劫者就是海神。那师兄且等，我去叮嘱我那2个妹子几句，就随师兄一同赶去。这次也该还上海神道友的人情因果了。不是说叮嘱几句，怎把这2位喜欢偷听的师妹都喊上了？三仙岛上空，玄都大法师看着眼前这3位大名鼎鼎、凶名在外的截教师妹，心底略微有些犹豫。他只是想让云霄过去，琼霄和碧霄喜欢玩闹的性子，
玄都大法师也是知道的。云霄柔声道：玄都师兄，我2位妹妹也想过去看看，不如就带她们一同吧。能看得出来，云霄也是有些为难，没能扛过2位妹子的央求。玄都师兄，您放心，琼霄忙道：我跟四妹绝不会添乱，就躲在暗中看看。我们呀，只是心底好奇，想看看到底是哪班弟子能让玄都师兄您如此费心。一旁碧霄也是颇为乖巧的点点头，大眼流露出几分期待。善。玄都大法师含笑应了一句，倒也不怕他们2个在自己面前搞事。既如此，咱们先启程吧，莫要让他久等。当下玄都大法师掌心阴阳流转，身周出现了一团袅袅云烟。玄都大法师左手背负在身后，右手做一个请的手势，随后便率先迈入了这团云烟中。大法师的身形消失不见，但是云烟却还在原地。这不只是神通，还借用了太极图的威能。琼霄、碧霄正要向前，云霄却做了一个让他们稍后的手势，先一步迈入了云烟中。发觉并无异样，只是一处乾坤通路，这才让2位妹妹跟上。玄都大法师半声轻笑，云烟迅速收敛，凭空消散在了3仙岛上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所选渡劫之地，他本体所在那荒山上空，这一团云烟悄然出现，其内飞出了4道身影。他们刚刚出现在此地，就察觉到了天空中正在汇聚的浩瀚天威。这渡劫已经开始了。4个人下意识的就要从此地挪走，避免无故惹来天罚。但是随之他们又察觉到了某种玄妙的道运波动，齐齐向着下方荒山上的大阵看去。